部队集合。是将军。这是最近天气转冷，有兄弟时常头晕晕，骹手冷冰冰，困嘛困袂好。我则调起火的药来互兄弟补补。我知影，你有汇报身体状况。你说，该袂是迄个有高血压的兄弟吧？伊毋是还咧食西药吗？上能乱补吗？是啊，补药食毋对咯，血压一悬，毋是中风就是送医呢。我之前家己去掠什么补药转来啉，结果血压称到170，互人赶去急诊呢。各位兄弟稍安勿躁，毋是所有中药拢会让血压升高，将此药互我。我看这帖药是温补必胜，帮助困眠的，似乎是温和的补剂。但配方我也说不上完全了解。但迄名兄弟遐咧食有降血压的药，这样袂有问题吗？确实，有高血压就袂使乱补。各位兄弟的健康是切勿跌入外敌的禁忌啊！咱也是请大夫确认一下。高血压患者可以食中药吗？高血压，我想它是我们现在文明病的其中一个慢性病了哦。那主要是因为血压没有控制好或某些原因，通常是有90%都是找不出原因的哦。那可能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通常这类的病人不是只有单纯把那个数值降低，你数值降低弄不完，你要做上游的改变。上游就是造成这个血压会收缩。你可能没有睡好，很可能生了气，很可能动了肝火，很可能是饮食失调，它会很多种不同的原因。那我们在吃降血压药是来处理数值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处理的是上游的问题。但是前提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才不会造成一些副作用。但是我们在控制这个数值的时候，也可以做处理造成这个的原因。那这个可以透过中医来做辩证，来做分别，来做矫正改善。那如果要头晕甲耳孔好，会使食中药改善吗？高血压它是一个数字啊，就是血压的收缩，但是这个是一个科学上的数字嘛，就是测量的数字。但是在这个数字同时高起来的时候，有些人会心悸，有些人会头晕，甚至我们看到有些人会头痛，或者说比较严重的时候，他血压收缩的时候哈。那到脑部里面或在一些血管所影响的部位里面，它会有手麻。那这些症状，他们可以透过中医来缓解。那中医的缓解，有些是透过口服药物的矫正。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按摩的穴道或一些针刺哦。那这个当然是要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可以来给予改善。用中药搭配西药来降血压，可以吗？我想血压最重要哈，有些是先天，譬如他有家族史，那爸爸妈妈就高血压啊，他到某个年纪的时候他也会高血压哦，尤其像女生到更年期前后，男生到了40、50岁，他饮食不节，没有控制好，那血压会高，肥胖的人血压会高，或者说那个常吃油腻的人啊，吃太咸的人他血压会高，或者是压力很大，他血压也会高。那即使饮食控制好，每个人状况不一样，那我们一定要去找出有相关的这些生活形态，哦，这个生活形态是在上游，但是血压高的时候，它会同时出现一些症状，它不一定会测量血压。以前老祖宗没有在测量血压，也没有这个血压计，但是老祖宗是看到他的症状，那我们症状给他改善以后，这个血压会同时改善。但是有高血压的，也许有需要长期吃药，没有关系就吃。高血压的人最怕是怎样？最怕是血压高高低低，你没有控制好，它一直高高了以后，它忽然今天控制到很低，那这个高低落差太大的时候，常常会出事，需要矫正。那需要长期服用高血压，真的可以吃哦，就吃没有关系，让你得到一个至少在可控的范围内。
但是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因素没有矫正，很可能会让这个反弹增加很大哦。比如说高血压的人，我们知道他就比较容易有心脏血管的疾病，有高危险的脑中风哦，还有心衰竭等等这些，或者还有肾脏病哦。那这些东西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还有高血压的病人，常常会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疾病，譬如说高血糖、高血脂，我们讲的三高，这个常常合在一起的哈。所以我们在控制这个血压的时候，每个人要同时看看你有没有合并有其他的种种问题。那这些常常可以透过饮食、生活习惯的矫正，而不是在处理数字的问题而已。那倒一种高血压患者适合看中医？只要是原发性的都可以啦，或者说你在血压高的时候有同时一些症状，我们刚刚讲的，譬如可能是小便有问题啊，心脏或者走路就会喘，或者说会头晕，或者耳鸣，或头痛，那有这些症状你可以去因为这个症状去看医生。那当然这个时候中医也是可以你来找寻的一个方式哦。那当然这个时候你要监控你的血压哦，那监控血压在合理的范围内。那如果中医数字要透过中药来降低数字，也许没那么快，你可以透过中药或针刺、针灸或穴道按摩种种或饮食调理来改善你的症状。那这个时候你要同时监测你的数字，血压的数字，那可以同时来进行，那这个会有很不错的效果。高血压患者平常需要注意什么呢？我想生活就是要回归到比较平静了哦。那我常常会跟高血压的患者或身体失调的人要做在身心灵都一起矫正。我们身体要动，可以看你的年纪，看你的时间允许，你每天就要动。那动走路也可以，跑步也可以，爬山也可以，你就要动。啊，这个心心要静下来，心要静下来，你才会放松。放松以后，你才可以让那个内分泌神经系统来归到平和的路。那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降下来。还有灵我们讲的一个人组成是身心灵，灵要能够安住，灵性要能够安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有些人有一些可能是艺术或音乐，没关系，你就做这件事情。心灵常常是合在一起。那你在心灵保持平静的时候，那你身心灵都得到安顿的时候，那很多的疾病都会改善。那特别对高血压病人要呼吁一下，不要吃太咸，不要吃太油腻，不要吃太甜。如果你体重太重，要减轻了要运动啊。如果有些人是我也没胖啊，瘦瘦的，他血压会高，那这类病人很可能是情绪或搞不好是饮食控制的太严格，那你可以适度的得到一些平衡那我想还是跟大家呼吁，我们可以透过生动、心静、宁安来矫正你的生活方式，让你生活得到改善要睡好要吃的简单，生活的简单，那你才会得到不只是血压的病血压的数字控制，你可以身心你都得到和谐。